嘿，二位来了。掌柜的，来点梅子果脯。没有了。怎么能没有梅子果脯呢？这满大街的梅花开。姑娘啊，昨天来了一个大主顾，差人过来，把梅子果脯都买走了。这卖光了，自然就没有了。再说了，这外面开的是红梅，和我家店里做的果脯用的梅子可不是一种。可我听李府的丫鬟说，她昨天就来买过。你也说那是昨天，那昨天的月亮是不是下去了？那今天的月亮是不是还会上来呀？那昨天的钱是不是花光了？那我今天是不是又有钱了？哎呦，姑奶奶，小姐，没有了，就下次再来买。家里不是还存了些吗？你别嚷嚷了。哎，这位姑娘，您是？哦，雷家大小姐。走吧。慢走啊。什么大主顾啊，一个人吃那么多梅子，也不怕把自己酸死。你跟不上我。他买这些可不是给自己吃的。最晚明天就会有人把梅子送到府上了。送过来。小姐，那个大主顾难道是……今天天气可真好。哎，我们去那儿吧。怎么样？我跟你们讲，琼林苑可是皇家园林，平日里一般人可进不来的。不过最近皇家开恩，梅花当季啊，可开放半月呢，这才有了现在这样的景色。你们呀，可得好好看一看，闻一闻。闻了，也看了，那就把它记在心里。记下来。那说说你们有什么感受？挺一般，挺好看的。闻着一般。你们逛吧，我去那边看看。我去那边。小姐回来啦！大主顾送来的。公子，哎呀，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，你得赶紧随我出去一下。何事？哎呀，你出来就知道了，快！来！哎呦，这是怎么回的事儿啊？你要是不解释清楚，我可要拉你经常陪我练字啊！我说什么呀，都不如这封信里说的清楚。你呀，慢慢看信，好好赏梅。近日京城梅花盛放，连琼林苑都开放了。游人如织，是赏梅的好季节。我知你楼里事繁，不宜出门，便送这些盆栽与你。而我，在老地方，和你看着同样的风景。
如此时节，想念便好。见过13先生。义父差我寻字，前几日我得到了这幅记音帖，此笔法险中求稳，是前朝欧阳询的真迹，所以便想亲自交给义父，不知道可否麻烦13先生通传一声。先生不在，这幅字我替小侯爷转交便是，你回吧。啊，那既然义父不在，我就在这儿等他，等他回来，我便亲自交。小侯爷，先生让你寻字，是让你有事做，人一旦有事做，就不会胡思乱想，你可懂？看来今日又见不到义父了。光是小侯爷想见，是见不到的，只有先生想见你，你才能见到。至于寻字这活儿，我看你还是继续寻就是了。是13先生。应堪告退。好，真是行云流水呀！妙啊！字如壮士拔剑，神采动人。好啊，妙啊，好字啊，好字，妙啊，真是妙啊！这意思真是写的绝了呀！真是妙！哎呀，你还没见过这么好啊！真好啊！这次来的真是值了呀，太值了呀！哎呦，这什么字啊？这字哎，歪歪斜斜，犹如重爬一般，难登大雅之堂啊！这字可真是不难看的字，拿到这儿来。对，好字啊，这也是好字。大家都说我这字写得丑，为何你说它是好字？可否点评一二？对，说说吧。老先生这幅字连绵缠绕，如同死蛇挂树。这字好就好在，它丑极了。哎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极了怎么算？对呀。既然你觉得它丑极了，为何还说它好呢？远看如行行春野，近视如字字秋蛇。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，非大功力者不能为之。刚才那几幅字也算是好字，好在筋骨。而先生的字好，好在入神。不过这也可惜了，这字虽好，却非法。哼，你这话说的倒是有嚼头啊。不如你也写一幅出来，让大家知道何为神，何为法。对呀，写一幅，写一幅，啊，写一幅啊，让我们也看看啊，开开眼界。既然老先生开口，那我就献丑了。轻轻的。笔下藏锋，看似玉不平则鸣，实则称得上是法度森严。好啊，写得好。我说了，
是我输了。老先生，我刚才说的非法，不是法度之法，而是您根本没有用您自己擅长的笔法。你看得出来？先生的16个字里头，唯有不可2字一气呵成，流露出您平时娴远清润的笔意。就从这2个字，便知先生的笔力胜我许多了。哎，你这幅字可否送给我？当然可以啊。好，先生若是喜欢的话，拿去便是。我又不是什么大家。太好了，今日真的是不枉此行啊！若你有空，你可以到我这里的梅林别院里面走一走啊，到时候我再给你看看我真正的笔法。若有机会的话，一定登门拜访。好，来让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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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让一下，请让一下，请让一下。来，请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哎，闪开！哎，你怎么不让开啊？你踩到我了，没感觉吗？哎，你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礼貌，失礼了。让一下。这2个人怎么跟小姑娘一样难哄？一天之中，我最喜欢这个时辰。是你？你跟踪我？我经常来这里看晚霞，没想到遇见你。我可警告你，王小石、白愁飞就在那里。你要是敢乱来，你跑不了。你看那边，车马渐少，倦鸟归林。到了晚霞时，仿佛时间慢下来了，人也愿意慢下来了。那日，你为什么说我活得像个玩偶？我只是觉得，你不管做什么，都好像是给别人看的一样。玩偶至少可以让别人觉得开心，而我连个玩偶都不如。我的存在，只不过让这些大人们觉得自己手中有权罢了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就死了，我带着他的血河神剑，被接进了京城。可到了京城，那些大人们却忌惮我父亲的名声，害怕血河神剑再重出江湖。他们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废人，而我就只能成为一个废人。那些大人们想杀了我，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。如今他们还留着我，只不过是我愿意按照他们的活法，一个混吃等死的小侯爷，一个杀不了人的血河神剑，听起来就是一个废人。但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活着。这就是权力。所以我说，我活着连个玩偶都不如。说了这么多，大概你也不愿意听吧？在你眼里，也许这都是我的狡辩。能活着就好。我不知道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但只有活着，才会有机会。你笑什么？大家都说女孩子最爱口是心非，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讨厌我，但却愿意听我说这么多，还安慰我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你狗改不了吃屎啊！枉费我跟你说那么多。
先生啊，坐吧。哎，出去。今日方英看来过，说是给您找了幅字，打开看看吧。他今日不安分，关妻这件事儿与他有关。关妻这件事是命，闹也没用，他早晚会明白。哦，寄英帖，都是千金难求的，收起来吧。哎，这些名家的作品，还是缺了点惊喜。论字，先生本是当时大家，眼光自然是和世人不同啊。倒是今天，我终于能碰上一幅能入眼的字了。哦，这幅字挺有意思的，来，找人去裱起来，把它挂上。好。吾乃张飞，字翼德。今日以杀猪卖肉为生，不料却被人偷走猪肉数十担。今日我便要一套说法，通连在何在？吾等儿关羽字云长，平日以看家护院为生，何来盗你猪肉一说？敢与你张爷爷大战300回合！哇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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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两兄弟刀山火海都闯过了，没想到吵起架来，竟也跟个小姑娘似的，越吵越烈，还把以前的种种都一一拿出来掰扯。且听他们如何说。当初说好一起进京，一起出人头地，现在只不过因为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你就要走了吗？有才华的人等不起，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要施展才华，除了京城，还有更好的地方吗？当初在苦水铺结义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说的？你忘了吗？你若是敢走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谁忘了？进相携，退相守，性命互托，生死不负。他可真有才华，也就只有他会这么干。你还说以前的事儿干嘛？人心易变，从前你当我是兄弟，现在还不是嫌我是大魔头？你阴阳怪气的说什么？我可不敢说你，我是个懦夫。这是谁挑起的事端？是你就是你！我总有种奇怪的感觉，有一天会只剩我们2个人，被困在一个铁笼子里，还是在一条狭道上，不知是要拼个你死我活，还是必须相濡以沫。希望只是个感觉。这当然是个错误的感觉。你慢用。费了那么大劲还不领情，以后有本事谁也别理谁，气死我了！哼！你们不是分开走了吗？怎么还回来找我？我告诉你，我以后也不要理你们了。我温家满门英杰，认识的都是英雄好汉，可不是你们这样的小姑娘，遇到一点事儿就扭扭捏捏。
你们笑什么呀？我们俩早走了，是给你挑礼物去了。对啊，我们分开走是因为买的东西不在一个摊位上。你们还有心思买礼物啊？你们好了，我们俩本来就没啥，刀山火海我们都闯过了，就算想法不同，以后一定会同心同力的。是啊，再说了，被你一个小姑娘说像小姑娘，那我们还要不要面子了？你们俩可真是太费劲了。得了，也算是不枉费我一番心思。谢谢你啊，温柔。谢谢你的心思。怎么谢啊？用嘴谢啊？怎么样？这小瓶子？大白菜，你也太不会挑礼物了吧？这小瓶子能干什么？你懂什么呀？这人掌柜的说的，这送瓶子等于送平安，希望你平平安安的，多好啊！还有这个，这是一个烧陶瓷的匠人做的。梅花总有一天会败，但这一朵会一直开着。还是你比我会挑礼物啊！不过这两个一块送给你了，开心了吗？这一天也算是没白过，特殊的一天，也是开心的一天。从今早到现在，我做的每一件事儿，你们都得记在心里。为什么呀？对啊，为什么？闯荡江湖难免有不顺心的时候，以后的日子可能会有争吵，还有躲不开的刀光剑影。所以我希望你们把今天的开心记下来，存在脑子里。以后遇到了难事儿，觉得过不去了，就拿出来回味回味，用开心的回忆去抵挡以后的风霜雨雪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脸上脏了？没脏，就是觉得温家大小姐来了京城一段时间，长大了。来，那我们3个人喝一杯，祝我们以后都好好的，好不好？这喝一杯哪够啊？明明是说要存开心的记忆的，不醉不归才行。谁怕你？来，干杯！你醉了还记得个屁呀！来，大白自罚3杯。凭什么我来？咱俩一块儿。好好，我陪你一块儿。别生气了，来，别生气了。你少喝点，你少喝点。来，这位大哥，您就让我进去一下吧，我找一个那个叫白油金的人。白油金是谁啊？张没有，快走。就是那个个子高高的那个，我肯定认识他。掌柜的。白公子，我可算找着您了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有好事，您更有好事啊！你看，我给您送钱来了。这么多？我跟您上次说的那个大主顾，他又买了您的画，这回足足50两，这可不是小数目啊！对了，他不仅欣赏您的画，他还给您留了封信。啊，那这是给您的信。这个大主顾，他可是个大美人儿。白公子，我先告辞了。是他。大白，你自己在这干什么呢？没事儿，我自己待会儿。是什么？先生的画笔锋遒劲，志向高远，但既强弓易折。望先生大鹏同风起，凌云置九霄。田纯。原来买你画的是田纯姑娘，不是，这也太巧了吧！我也没想到她喜欢我的画。江上同游的白愁飞和诗画传情的白油金竟然是同一个人，这田纯姑娘要知道肯定会觉得很惊喜。你笑什么呢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喜欢田纯姑娘？我觉得这事好，你们俩才子佳人天生绝配，就是不知道人家田纯姑娘怎么想的。她怎么想的？我见面问问她。我要跟她出来见面，到时候我跟她说我的心意。靠谱。
爹，喝杯热茶吧。好喝啊！哎，你说乖了啊，这茶经我闺女的手这么一调理啊，就是比别人做出来的更香更甜。茶圣陆羽曾说：“山水上，江水中，井水下。”这煮茶用的水比山水更好的谓之天水，也就是雨露雪霜。我给父亲沏茶用的，就是今天早上所采集的露水。这茶好喝，我喜欢。哎，闺女啊，以后有时间多给爹煮煮啊。这世间万物分上下，人也分上下。那苏梦枕是人上之人没错，因为她是凤凰之才嘛。但我看那白愁飞也不错，难得的人才。对了，闺女，你对那白愁飞怎么看？我在江湖上的朋友并不是很多，他算是一个。但父亲不希望我和金风细雨楼的人走得太近，所以我和他并非时常见面。我倒是觉得呀，和那个白愁飞可以多见见。他是个聪明人嘛。我闺女和聪明人交朋友，我这个当爹的放心。哎，我听说6分半堂的大小姐要来咱们这儿啊。哟，这可是个贵客呀。是啊。敢推我师兄的婚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。哎，陈姐姐，你来啦！许久不见，和你相约可不敢迟到。快坐。你来的正好，等会儿有好戏可看。竟还有好戏可看？我跟你说，等会儿6分半堂的大小姐就要来了，就是推我师兄婚的那个女人，我可得好好收拾收拾她。到时候动起手来，你可得躲好了，要不然伤着你。妹妹，这是要打我吗？我怎么会打你呀？我要打的是那……不会是……我就是。我隐瞒身份也是出于无奈，在汉水江上，我就知道你是苏梦枕的师妹，也算是金风细雨楼的人，也就注定你我回京后很难相见。难怪在船上你一声不响就走了，回了京城，我怎么也找不见你。你介意我隐瞒身份吗？唉，纯姐姐你真是多虑了，我交朋友从来不看身份。虽然我讨厌6分半堂，但是我喜欢你。那我便放心了。一会儿啊，我可得回去告诉小石头和大白菜，他们肯定会吓一跳的。我今日约你来，是有件难事，关于白公子。大白菜？哦，我好像知道了。早在江上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了。大白菜他向来眼高于顶，但是他看纯姐姐你的眼神和别人不同。前不久，我在6分半堂再次遇见他，也就是那次，我确定了他对我确实有意。可我对白公子只是朋友之情，此时还需要有人帮我旁敲侧击去点醒他。想来想去，只有你最合适。这事儿倒是挺难办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会帮你想办法的。那就谢谢妹妹了。来，喝点茶。
好吃吗？问你话呢，好吃吗？这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你怎么了？我在想大白菜。你想大白干什么？告诉你也正好，帮我想想办法。你知不知道，纯姐姐其实是6分半堂的大小姐？你已经知道了。你也知道？嗯，是大白告诉我的。我正打算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你呢。那你们都知道，那你知道大白喜欢雷纯，不眼瞎的都看得出来。还有，大白今天约了雷纯，准备去表白呢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什么？不是吧？这不挺好的吗？大白喜欢一个人去表白，况且我们家大白一表人才，这武功又高。可是纯姐姐和我师兄曾经有过婚约，她喜欢的是我师兄。啊？这白油精可真是个怪人，素不相识，竟然就让王二约你见面。哎，结果他人到现在还不出现，真奇怪。有才之人都有傲骨，我能理解。一会儿要是在别人面前，可不许这般无礼。才不会呢，我先去找掌柜的打点一下。好。白公子今日真有雅兴，怎么不见王小石和温柔呀？我是来等人的，他们自然不会跟来。但如果我等的人没来，也好独醉一场，免得被他们笑话。冒昧的问一句，白公子等的人可是我？是。我既来了，你就不必独醉。良辰美景中，可说敞亮话。好。这幅画代表我的心意，也代表我想对你说的话。我并非是不知好歹，三番五次，你言语中的推拒，我不是不明白。但我就想画完这幅画。再看看你的心意。
白油金的每一幅画都被你买走了，但你却不知道，我就是白油金。至少今天，这两个名字终于相认了。雷纯，我喜欢你。不管你是田川还是雷纯，我都喜欢你。不管你有没有买过我的画，我喜欢你，是因为在汉水江上我见你第一面我就喜欢你。这些就是我的敞亮话。白公子的敞亮话，我记在心里了。但对我而言，白公子是我的朋友，就像王小石和温柔一样，我并无其他想法。况且，我心里面早已有人了。在草市集的边上，有一间很小的果子铺。我10岁的时候，在那里遇到了一个人。自此以后，我便知道，除了他，其他人再无可能了。白公子是人中龙凤，总有一日会碰到真正的心仪之人。等你遇到那个人，你就会发现，以前的所有错爱都是过眼云烟。慢走啊！哟，白副楼主，哎呀，欢迎白副楼主大驾光临啊！你认得我？我这铺子承蒙楼里的兄弟关照啊。白副楼主，您也是想挑选什么吗？我这铺子里的果子蜜饯，各种口味，应有尽有。这间铺子一直是你在经营吗？对，是祖上传下来的铺子，到我这一代将近开了40年。那我问你件旧事，大概13年前，6分半堂大小姐雷纯来过这儿，你还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吗？我记得，那天就在这附近，好像还发生了打斗，我就偷偷地看了一眼。和雷纯小姐一起的，还有一个红衣少年，手里还拿了一把红色的刀。
一刀一剑，一声苦苦追问，一枪一剑。